师傅，懒龙学艺不精。不错，不错啦，一无止境，谁能学得很精啊？你看，就算我这白胡子老头，那也未必很精啊。啊，好酒。你出师了。师傅，您那7749神头大法，我只学了48法，还差1法。够用了，够用了。就凭你现在的身手，不管碰到什么奇珍异宝，保准你啊手到擒来。师傅，我没学那法，到底是什么法？这一法我绝不外传，而且我打算让他从我以后就此失传。师傅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投降窃玉法。师傅，我懒龙从不沾的桃花运，不学也罢呀。师傅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你怎么没完没了的呢？快问，问完了赶紧下山。师傅，您一身绝技，天下无双，要在江湖上论起来，您怎么也算是个侠呀。我跟了您这么久，虽然只学了些皮毛，可也不输人后。现在我也该下山走动了，总该有个名号吧？师傅，您说我这叫侠呢，还是叫道呢？自古以来，凡是大道无不梦寐以求，被尊为侠士，似乎唯此方成正果。对，结果是徒劳的。蛹梦想着变成蝴蝶，可终归呢就是蛾子。其实啊，侠以道，那只是个名分。想当年孟尝君被秦王所禁，那全靠那2个鸡鸣狗盗之徒用那雕虫小技救他脱身嘛。可见天下寸长尺短都有用处。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，你何苦庸人自扰？时候到了，我的话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师傅。道义有道，违法大富，不扰平民；钱财任取，不杀不淫；祸福自受，大道留名。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万边。蓝龙，切忌争强斗胜。还有，此次下山，哪儿都能去，就是别去苏州。苏州府的捕头姓郑名信，他不太好惹啊，你别找麻烦。是，师傅。高老板，有你的啊！这回又得赚个盆满钵满了。还不是亏了何知府跟您的照应啊！知道就好。知道。这100两银子是我孝敬您的。来人，少爷。
了，嗯。走。他是谁啊？是郑都头的妹妹郑苗。小妹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有贼啦！有贼！有贼偷钱啦！有贼！又有贼了。茂源的米顿都冒尖了，他们硬说没米。嘿，越说没米啊，这米价是越高。哼！哎，过2天就翻番。去年这时候啊，茂源就使过这招，好几天米不沾牙，我爹都快不行了。他不让咱们活，咱们也不让他好过。哼！今天晚上咱们叫上大伙，把茂源砸开，把米给抢光了。小二，哎，来了。这位客官，您来点什么？给我来2壶最好的酒，随便上几个菜。红烩海参，清蒸鲍鱼，再来点酱鹿肉，脆皮鹌鹑。好，去吧。怎么了？客官，您点的菜小店没有。哎呀，行了，挑你们店最好的菜上。啊，去。好嘞。哎呀，看什么看？晚上砸茂源，你们去不去啊？饭都没有的吃，哪有力气去哎！啊？我说你们几位，这茶也喝差不多了，该点菜了吧？啊，再等会儿。还等啊？客官，先来盘花生米下酒，其他几个菜马上就上，您慢慢用啊。快点啊！哎，你们到底点不点菜？都照你们几位这样，我们这早就关张了。你狗眼看人低呀！刚来了个显富百阔的，你就瞧不上我们了啊？我，哎呦，这位客官，您别生气啊，那些都是粗人。哪儿来这么个好显摆的主啊？搅得我们弟兄连正事儿都耽误了。哟，哎，客官，那都是粗人，你可别上火。不是，哟，你别，不好意思啊，别，几位初来乍到，得罪各位兄弟了。其实我懒龙并非什么阔主，只不过刚赚了几两银子，过来饱个口福而已。哪像各位都是有家有业的，就是有银子，也不像我似的胡乱花，还得买米养家呢，是不是？小二，多烫几壶酒，多添几个菜，好，快点上菜，马上就到。别，不为摆阔，只为晚上办事用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同道中人。晚上你跟我们一块儿去砸茂源？砸是下策，你有上策呀？菜来了！真行啊，厉害！郑都头，郑信见过知府大人。郑都头，昨夜茂源米店失窃，你可知道？尚且不知。你一个捕快都头，这么大的案子你都不知道？哼！
啊，哥，前2天我丢失了100两银子，你就更不知道了吧？正信失职，可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，应该先到小人处报案，小人自当全力稽查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郑都头，这苏州城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鸡鸣狗盗之徒无藏身之处。这回的毛贼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不知道是什么来路。我希望你用心查办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哎，大家慢慢来啊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大家都有份的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这位老板可真好啊！哎呀，这米价还公道。大家慢慢来啊！哎，对对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9个钱。1、2、3，你这才几个钱？把钱给我。大爷，把钱收好啊，这米不要钱。走吧。哎呦，慢点走啊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大家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啊！来来来，都有，往前往前往前，哎，来来来。这位客商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哼，我是吴中县人。吴中县3镇18村，你是哪一镇哪一村呢？吴中东南由丰镇5家村。为何而来啊？卖米喽。你从何来？我们吴中素来是鱼米之乡。你不会告诉我这米是你自耕自种？所谓经商之道，就是买进卖出。这米是我挨家挨户收来的。可有凭证？那是我的账匣子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茂源老板，你们偷的就是我的米。喂！你胡说什么呀你？全苏州城谁不知道你们茂源无米啊？你们无米可卖，大伙无米可买。啊，我有米可卖，你们还不让我卖，这天下还让不让人吃饭？哥，你怎么样？不来这儿吃什么呀？家里早没米了。这米不能卖，先回去吧。哥，茂源欺行霸市，你还向着他们？对呀，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呀？郑都头，向着谁啊？这账本上总共有多少米？12576斤，其中1等的1230斤，其余都是2等。价怎么会这么低呢？我们初来乍到，讨个利是嘛。第一回不赔，第2回再赚。哎，这位老板，生意是不是得这么做啊？郑都头，少跟他废话，把他抓起来得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捕郑都头。神捕之神就在于捕得让人心服口服。如果随随便便就抓人的话，神捕的名誉早就被你辱没。人在事在，终归有个水落石出，只是早晚而已。到时候再论长短，不怕不心服口服。跟我回去。走吧，快走吧！你等着，这事没完，你等着。何师傅，那个郑都头，他把贼人放了，你。高老板，什么事儿啊？把贼人放了。正信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哎，又来了！哎，红烧鲤鱼，慢用。哇，
龙哥，你连喝酒都那么厉害啊？我师傅说了，酒呢是知己凉伴，喝一杯可解千愁啊！来喝。你师傅是谁啊？是人还是仙？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提这个问题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，龙哥，算了，我吃。来，玩两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一个个的。你看看你们，你看看你们啊！又不喝酒，又不玩牌，算什么男人？好吧，龙哥，我陪你玩几把。哎呀，算了，一会儿我自个儿找个好玩的地方。龙哥，其实我们不是不想陪你玩，不过是手里没银子。米是有的吃了，现在。米的事儿，我跟你说吧，那米我可没买，这是我跟邻居张婶借的。都一样，还不都是脏米？你凭什么怀疑人家的米来路不正？你放着茂源那些坏人不抓，老抓那些好人，算什么除暴安良？我看人家扶危济困，倒像个地地道道的侠士。哎呀，胡说什么你！我教你的剑法练得怎么样？哎，算了，改天再练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哥，神经病。走了。当初爹这把剑舞起来风雨不透，在武林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你一定要把剑练好。哥，以后我一定好好练剑。好，虽然说有的时候哥哥也是身不由己，可擒贼捉盗却是义不容辞。侠就是侠，盗就是盗。蛾子跟蝴蝶，也只有细看才能分得清楚。走了。各位贤达，茂源典当开市大吉，幸蒙知府何大人驾临揭幕，荣幸之至，茂源必当财源广茂。咱们要是有银子，也不至于受他这份气呀。让他等着，
过一阵子我拿银子来吓死他，我让他跟我喊爷爷。就会嘴上说。什么？我就会嘴上说？我阿成什么时候不是说到做到啊？哎，真有银子，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算了，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龙哥真不够意思，把卖米钱都卷跑了。胡说！龙哥可不是那种人，别瞎说。那他怎么把那钱都独吞了？谁说的？他根本就没要，都给咱们留下了。啊，在哪儿啊？龙哥呢？不让我现在拿出来，让我1个月以后再取出来，按人头分给大伙儿。龙哥会把钱给你？哎，龙哥拿我阿成当兄弟，不交给我，交给谁啊？哎，那陈哥，我们也是你兄弟，你怎么没先告诉我呢？就是啊，陈哥，说吧。啊。过几天，官银一到，咱这典当行啊，就水到渠成，天衣无缝了。何大人，哎呀，怎么会是郑都头啊？那是什么人呐？都头，怎么样？城里都查过了，没有，可能在城外吧。就在城外。这个家伙不会走的，他想跟我玩捉迷藏。我没看到啊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你是谁？躲在这儿干嘛？我正要问你呢，干嘛吵醒我睡觉？你大白天在这儿睡觉，不是匪就是盗，给我转过来。转过来就转过来。
是你？久违了。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一枝梅，你是专门来对付何知府他们的。你晚上出去找他们麻烦，白天就躲在这儿睡大觉。那这么说，典当行的事儿就是你干的，大侠是一枝梅。我干得好，他们的钱都是贪赃受贿、盘剥百姓所得，就该让他们把这些都还给百姓。就像上回你给大伙散米一样，真痛快。哎，你为什么叫一枝梅？你喜欢梅花？对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傲雪迎春。我最喜欢梅花了。哎，你的剑术很不一般嘛。我跟我哥学的。你哥是那个？我不想说我哥。哦，我的事儿你好像都知道了。哎，不过也不全像你说的那样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任何人讲，跟我哥也不会。又输了。哎，这怎么搞的嘛？看来你也有失手的时候。不以一次论输赢，再说我也不赔不赚啊，打个平手。看来你兴致蛮高的嘛。哎，你说我就这么一点点不良嗜好，还总被别人揪着不放。总这样下去，你会输得很惨。认赌服输，胜负由天嘛。怎么样，赌2把？这算什么？这个时候还分不出输赢。你不就是何知府那个衙内？是。哎，姑娘，我们初次相识，姑娘不要提着走嘛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请姑娘喝杯茶。不必了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我们少爷请你喝茶，你不要不识抬举啊！我只想请你喝杯茶，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还想怎么样？人家不喝就算了，起来，我们回家。不识抬举。好。
会吧？一枝梅。 怎么来了？那个人呢？不见了。哼，你早就认识一枝梅。我也是偶然认识的。我觉得他不像你们说的那种贼，他更像是一个侠客。他偷了我们的剑，你还帮着他？我来就是想问个为什么。为了向我示威挑战，为了在江湖上扬名立万。他选择茂源当目标，是想做得轰轰烈烈。 是为了满足他的争强好胜，哪是什么行侠仗义？他哪是什么侠客？只不过是个贼。别动，过去。阿成，你可知罪啊？屁话，我有什么罪啊？石桥下面的那块青石，你应该记得吧？妈的，这两个王八蛋！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，最好是从实招来，免得吃那么多苦头。唉，你们说我有罪，那我就有罪，你们看着办吧。你要是能指认懒龙，就可以从轻发落。呸！让我出卖龙哥，你真瞎了眼！龙哥那可是英雄好汉，我阿成也不是孬种。要我出卖龙哥，哼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干嘛要拉别人垫背啊？好一个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哼，他两个兄弟呢？安民告示，贼人周阿成主谋盗窃茂源米仓，并自号一枝梅，作案数起，罪行累累，据以供认不讳，为平民愤，不日处斩。找我啊？龙哥，我找的你好苦啊！阿成怎么回事啊？都是那些王八蛋，龙哥给了他们米吃，反倒骂龙哥不仗义，私吞了银子。阿成气不过，就去石桥下面取银子给他们看，让郑信跟过去，给抓了。哎，
他怎么可能是一枝梅呢？他当然不是了，龙哥您才是啊。龙哥，我瞎猜的。阿成最佩服龙哥，肯定是想替龙哥把这事儿顶了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龙哥，阿成，龙哥，带我出去啊！来，阿成，带我出去啊！龙哥，龙哥，出去啊！走。一枝梅，你还往哪儿走？我说，这一局总算分出输赢了吧？哼，是吗？你是谁？哼，这才叫分出输赢呢！喂！郑都头，有请。有请。知府大人赐宴款待，正信受宠若惊。郑都头智擒匪首，奇功一件，理应嘉奖。我以呈报上司为郑都头邀功请赏。谢大人。再过几天，朝廷拨的官银就要到了，府库是粮饷重地，非同小可。李管事刚刚上任，以后你们二位会经常打交道啊！郑都头多多指教。郑都头，虽说一枝梅已被擒获，可是江湖险恶呀，谁知道会不会又冒出一个二枝梅、三枝梅来？郑都头要多加防范呐！郑信一定确保府库，万无一失。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心腹，希望你们以后精诚合作，默契配合，跟着我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。李管事啊，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。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郑都头，这边请。好，请。听说郑都头还有个妹妹。是有个妹妹，叫郑苗儿。不知令妹可论婚嫁呀？还没有。不知郑都头要为令妹挑选一位什么样的如意郎君呢？郑信是个粗人，对小妹的婚嫁之事还从来没有过问过。知府大人的意思是？郑都头要是不怪，我想做一回月老。不瞒你说，犬子曾经偶遇令妹，一眼相中，就不能忘。适龄男女既已有情，自当成全。所以何某不揣冒昧。知府大人万万不可，郑信巍巍直前，岂敢高攀呢？我都放弃了门第之见，你就更不要提了。你我两家结成秦晋之好，你我二人势必亲上加亲。有你郑都头的鼎力相助，何某无忧矣。大人，小妹自幼舞枪弄棒，不服调教，既不习诗书，也不敬礼仪，恐怕难随公子的心意吧？我愿意，我非常愿意。说句心里话，我非常喜欢苗二姑娘。小妹个性刚直倔强，恐怕不会委曲求全的。
这么说，令妹要是嫁给何府的公子，就是委屈他了。大人，小妹婚嫁之事尚欠考虑，恕难从命。哎，你还挺美是吧？比老子还舒服。马马虎虎，没肉吃没酒喝，有什么舒服的？嘿嘿，说你咳嗽，你还喘上了。蹲大狱还想喝酒吃肉，做梦去吧！哎，这爷，肯不肯去替我置办点儿？你拿爷们儿当什么人了？哎，我说这位爷，你那么辛苦，每月能拿多少俸禄啊？不多，每个月5两银子。5两？嗨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城南关帝庙外边，第3棵树下面有10两银子。你只要拿出1两来，给我随便买点韭菜，其余的都归你。真的？哎，我蒙你这干嘛？快点你！城北侯家大院，牌楼下面30两银子。你吃，来一起吃。哎，不，我吃过了，你吃吧，你吃啊！对，这个好。来，那就拿吃了，吃。好，干。哎，好，够了。来，好。吃菜。郑都头到。易之梅，还住得惯吗？易之梅，郑都头在问你话，听见没有？我又不是易之梅，你已经被我当场擒住，却是心服口不服，想耍无赖。我兄弟被你冤捕入狱，我来救他，又被你与小人合谋陷害。哎呀，我既难心服也难口服啊！如何才能让你心服口服？棋高一招，自然心服；天衣无缝，自然口服。哼，还想玩下去？你没机会了。好啊，你既然手里有牌的话，干嘛不把我送去过堂定罪？这样也好让我有个辩白的机会，免得我整天待在这儿，闷死我了。真到了堂上，我会让你无话可说。哼！哎，下面该我出牌了。大人，易之梅已扣押多日，却迟迟没有定罪，恳请大人早日问讯定罪，以免夜长梦多。郑信，你分明是在指责本府有意包庇贼犯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你去捕贼，虽有赃证，却无铁证，你急于草草结案，居心何在呀？小人只是担心易之梅诡计多端，希望早日将其绳之以法，以安抚民心，我绝无他意啊。既然如此，就该去查访罪证，如有延误，拿你试问。是。哎，够了，来，再吃。这些留到深夜再吃。哎，龙哥，
我怕龙哥在外面吃馆子吃腻了，特意让那人做了几道家常菜，您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这替我谢谢嫂子。什么话呀！龙哥豪爽大方，我们两口子想谢还谢不过来呢。您吃啊，吃。我一个人喝酒太闷了，来陪我喝一杯。不过，就一杯。哎，行，你别喝了，你别喝了。好，我陪你喝一杯啊。来喝。好。再来。好，来，把这些菜拿给外边兄弟们吃，再添点酒。我替兄弟们谢谢你了啊！喝，龙哥，弟兄们借你一杯，干！来，干！就是干！这个喝啊，我喝这个。马哥，来。回家以后，东厢房里有包银子，记着收好。谢谢了。据报，一枝梅继续犯下钱庄和绸缎庄的盗窃案。一枝梅，郑信，一枝梅已被你擒获，可他至今仍然在屡屡作案，你作何解释？马二在。昨夜你牢中可有囚犯逃脱？大人，该犯一直在鸣冤叫屈，但是小人看护甚严，不敢懈怠。该犯从未越雷池半步。大胆正气！你执法犯法，滥捕无辜，草菅人命，欺上瞒下，本当重责。但本府念你昔日尚且循规蹈矩，特意从轻发落。但从即日起，除去俸禄，削职为民。师傅大人看见来了。知府大人。你们回避一下。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？我要亲自放了你。大人啊，我冤枉，请大人给我做主啊！你冤不冤，我最清楚。知府大人，请您网开一面，懒龙日后定当报恩。龙哥，阿成，龙哥，干嘛？龙哥，我说都是我干的。那郑信他根本就不信。龙哥，我的名气还是不如龙哥的名气大。
后来，他们就把我给放了，哎，倒把阿甲给关起来了。嘿，哎，阿甲呀，那是活该，他太不讲义气了。就是不关他，哪天让我撞见，我也得把他给劈了。龙哥，我就知道他们根本就关不住你，那郑信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对手啊。他是让那个知府给暗害。哎，让他们去斗，狗咬狗。这不公平，我赢得不爽。那你想怎么赢他呀？你说要是换个玩法，换个玩法。哎，知府让我去顶郑信的差事，捕快啊！嘿，哎，你笑什么啊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你去当捕快，那我们呢？你抓谁呀？抓我呀？是猫抓老鼠呢，还是老鼠戏猫呢？哥，一枝梅怎么会跟何知府勾到一起去呢？都是他们把你害的。何知府老谋深算，除了官报私仇诬陷，必定另有图谋。而一枝梅借此机会攀上何知府，也算是找到了靠山。哼，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仗义疏财的侠士，原来是个势利小人。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他偏不敢承认自己是一枝梅，偷偷摸摸，苟苟且且，哪有一点侠士的风范？一枝梅这种人很可怜的。其实，凭一枝梅的智谋和武功，在盗贼当中已是1等1的高手。可同在江湖，他却为武林中人所不齿，黯然3分。而在官场上，更是人人见而诛之。所以，他在黑白两道都难有立足之地。哼，谁让他甘心做贼？他活该。哎，哥，咱剑还在他手上呢，咱得找他。还想偷什么？这屋里还有什么你可偷的吗？你误会了，我是来还剑的。你看，你看，还剑？我从来只听说过贼偷，还没有听说过贼还呢。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你偷了我家的剑，又害得我哥丢了饭碗，你还想冒什么坏水？哎，这绝非我的本意呀！哎，是我和你哥哥是对手，但我从来不用小人伎俩，我做事向来光明正大。对手？你也配？我哥是什么？我哥是为民除害的神捕，你呢？你是贼！这谁天生就是贼啊？啊，我也不是只能做贼，我如果做捕快，我绝对不逊于你哥。你说什么？你做捕快？你要是做了捕快，这苏州城就该变成贼窝了。话不投机，告辞了。嘿，你给我站住！这手帕
也是你能拿的。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做梦！苗儿姑娘，你别那么凶嘛，这本来就是我拾来的，今天我是来物归原主的。满意了？哎呀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真是好心没好报，龙哥，回头我去找她去，看她是个女的，她如果认错也就罢了，如若不然，我跟她没完。你行了你，跟她有什么关系啊？龙哥，他们几个可佩服你了，早就想找你学艺了，哎，连名字都起好了啊。他是穿山甲，他是卷卷棚，他是刺茄茄，我是程外成。哎，快点叫龙哥，叫龙哥啊！程外成，哎，我是程外成。穿山甲。哎，你们想跟我学什么呀？啊，学做贼啊？哎，龙哥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你暴打不平，劫富济贫，是绿林好汉，谁说是贼啊？真是的，在别人眼里，我永远是个贼。我哥是什么？我哥是为民除害的神捕，你呢？你是贼。哪是什么侠客？他只不过是一个贼。你要是做了捕快啊，这苏州城就该变成贼窝了。好，说得好。我倒要尝尝做猫的滋味。哎呀，人在衣装，马在鞍呐！知府大人，龙都头果然是英雄气概，可惜以前被埋没了。过奖了，知府大人，在下不敢当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相信龙都头此番定会洗心革面，脱胎换骨。有龙都头弹压地面，苏州城一定太平无事。哈哈哈哈。龙哥好威风！哎，以后不准再叫龙哥了。完了，以后我们没有大哥了。谁说的？我阿成以后就是你们大哥。走，我们走。走。大人，听说城里有的毛贼已经挪了窝，您这以贼治贼的招真高，确实高。省了我们的麻烦。好啊。免得这官银让别人给偷了去。龙都头，知府大人正在府库等您，有要事相商。啊？有要事找我商量？啊？知府大人。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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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你们干嘛？龙都头，府库种地，你擅自闯入，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凶什么凶啊？是知府大人要我到这儿议事来了。谁不知道府库是放官银的地方？谁会到这儿来议事？也就是龙都头这么会找地方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，龙都头大人啊，大人，我在外面等你多时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外面？是啊。哎，你不是说在这儿吗？大人，他擅闯府库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来，跟我来吧。近来苏州城里风平浪静，龙都头劳苦功高，
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自当报答。好，有什么难处对我说啊。大人，我正有一事要禀报。啊，尽管说。小的维护地方，缺少些得力人手。那郑信不是赋闲在家吗？我看倒是可以招来当差，请大人恩准。啊，你是想一来给他个饭碗，二来呢，让他听你使唤调遣，既做了善事，又出了一口恶气，一举两得，啊？大人明察秋毫。郑都头，你们来干什么？郑都头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嘿嘿。哎呀，我说郑都头啊，拿刀的手拿锄头习惯了。哎，这么清闲的庭院生活，过不过得惯啊？啊？有话快说吧。出山吧，到我这儿当差去。给你当差？滚！不是给我，是给朝廷当差，给百姓做事。哎，你就真的甘心两耳不闻窗外事啊？你就放心把这苏州城交到我手里？不好了！龙都头，府库观音失窃，请你速去勘察。什么？回去吧。是。龙都头有什么发现？郑都头有什么发现？还要继续查访。龙都头，大人，由现场踪迹来看，小的初步猜测，官银失窃是监守自盗。啊，是吗？你有什么凭据啊？窃贼看似由屋顶攀绳入内，很像惯犯手段，但失窃官银不是小数，既要偷得，又要运出去，绝非一两个人就能办到。可是，我发现这屋顶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儿，所以官银根本没从那儿出去。府库四周又无窗，只剩下大门一条路。而李管事说，当晚大门紧锁，连只蚊子都飞不过去。可是为什么官银偏偏就不翼而飞了呢？龙都头，此案关系重大，你可不能凭空猜测呀。李管事是衙门官差，他要是出了事，那我们怎么都说不清了。啊，大人，我一定加紧稽查，人赃并获。龙都头，我今天找你来，是因为有件事对你不利呀。失窃的当天，你擅入府库，难脱干系呀。大人，那天是你让我……当然，凭你龙都头的这些功夫，要取这些官银如探囊取物。当然，我知道，龙都头现在已经是金盆洗手，重新做人了。只是听说上面要派个御史大人来查访此事，所以在这大难当头之际，你我要同心协力呀。排好队，排队。喂，站好，站好。怎么少一个人呢？人呢？哎呀，好，
哎，你穿这身比我穿这身合适多了。不管我穿什么衣服，也不比人矮3分。不像有的人，就算穿上龙袍，他也站不直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回来给我当差了。有人胡作非为，我岂能坐视不管？我回来是为了除妖降魔的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烧的是哪炷香，看你还能出什么招。哼，那走着瞧好了，你一定神气不了多久。好，以前我也听说了，你们在郑都头的带领之下，苏州城可以夜不闭户。可自从来了一枝梅呢，把苏州城搞得满城风雨，把你们搞得束手无策。这样吧，啊，今天呢，你们就把我当成一枝梅，我数3声，你们都来抓我，好吗？1、你们干嘛？我数到3呀！哎呦，走开呀！你们是怎么了呀？第一，我们不会对贼守信用；第二，绝对不会给贼任何机会；第三，谁说谁是一枝梅，谁倒霉。参见御史大人，下官为御史大人准备了行辕。下官寒舍简陋，委屈大人了。啊，不必客气。本官此次受朝廷委派来到苏州，皆因最近屡有传闻，所谓苏州城内官商勾结，鱼肉百姓，使得怨声载道。近日又有官银失窃，干系重大，盗贼之猖獗，匪夷所思。朝廷震怒，特遣本官前来督办。务必追查到底，水落石出。是。何知府，苏州城的捕头郑信声名赫赫，早有耳闻，怎么今日没见呢？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这郑信欺上瞒下，滥捕无辜啊。本应革职查办。那现在的捕头是何人呢？怎么？现任捕头绰号叫懒龙，与江湖有染。在市井里向他是一呼百应。下官本想不拘一格，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以维护地方。谁曾想他不但不感恩朝廷，反而旧习不改，借机入府库行窃。下官糊涂啊！闭目塞听，用人不当，致使酿成大祸。下官自请责罚。尚未定论，何大人暂且不必自责。懒龙入库行窃，可曾人赃俱获呀？虽未人赃俱获，但有众人眼见为实。嘎老板，你这边怎么样啊？神不知鬼不觉呀，还是多加小心为妙啊！你这儿其实也很惹眼，那么多银子。我这儿有多少银子也不为怪，典当行嘛，日进斗金，财源滚滚，谁能说出什么呀？所以说，这银子从你这儿一进一出，就名正言顺了啊！高老板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好，不送啊。嘘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那次在府库勘察，我发现屋顶垂下的那根绳子，其实是城防营专门配备的那一种，只有他们才有。所以我怀疑，是那些个守卫在伪造现场，实际上是监守自盗。那你为什么多次跟踪我？刚开始，我怀疑你也参与其中啊。看来你认定我是只老鼠了啊！我确实对你曾有过误会。其实善恶，
岂是像猫鼠那样一眼就能识别得清呢？像何知府这种人，他表面上是朝廷的命官，而实际上，他才是见不得光的大老鼠。何知府？官场龌龊，其险恶比江湖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远不是你想象的净土。凡事还要多加提防啊！我这个妹妹脾气倔得很。哎，她是嫉恶如仇。你为了苏州百姓可以不计前嫌、甘居人下，仍然全力办案，我着实钦佩。哼，以茶代酒，我敬你。龙都头，你说的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。当时郑都头也在场。请知府大人下令，我即刻带人将二人捉拿归案。这两个贼子枉费我对他们的一片苦心，如果不从严查办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龙都头在，回去召集捕快，等我号令，准备出发。是。知府大人，我怎么办？哎呀，不必惊慌，不必惊慌。本府为你备酒压惊。备酒。你们上楼。是。有发现吗？回大人，没什么发现。龙都头，知府大人叫您速速回府，李管事服毒自杀了。什么？今已查明，府库管事与奸商李外勾结，联手作案，盗窃官银。管事以畏罪自杀，另犯文风潜逃，正在缉捕中。御史大人，府库失窃案至此已案情大白。失窃官银被藏匿何处，至今不明啊。会不会挥霍一空了？官银数额巨大，短短数日怎能挥霍一空？我看此案还有很多蹊跷，尚需继续查访，捕获真凶。老爷，您这回总该吃饭了吧？好，放那儿吧。放那儿，放那儿，都热了3回了。好，听你的。吃饭。身手不凡。大人，我刚才到了御史府，看到御史废寝忘食，勤勉办公，他不像是个恶官。哎呀，那不过是丈人耳目嘛。龙都头历经艰难查明案犯，他不仅不予嘉奖，反诬你杀人灭口，欲盖弥彰。如果不是本府在他面前为你百般辩护，说不定他早就给你扣上罪名了。为官的丢了官印，自身难保，已无暇顾及别的。本府不必再受他要挟，受制于人。龙都头也大可无忧。
你们怎么撤了？何知府手下接管了典当行，我们只好先撤了。龙哥，你伤着了，都是因为我。跟我走。阿成，你过来，给他扎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喂，你去干嘛？我也想学你去闯一闯嘛。这回你们俩反而打草惊蛇了。姓何的手里有兵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万一他有准备怎么办？他老奸巨猾，从开始拉你进来就早有预谋。他们坚守自盗，反过来拿你当替罪羊啊！事情败露以后，他又挑动你，陷御史大人于不利。自始至终你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颗棋子。你只知道江湖险恶，却不知官场更加险恶。江湖中是明枪易堵，官场中呢是暗箭难防。我也知道你呢是心高气傲，总想成些大事，被坏人利用，善恶都分不清楚，还做什么大事？哈哈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其实我也察觉到，来查案的御史大人倒是个清官，我们应该跟他好好商量一下，看如何对付何知府，同时呢也能还你一个清白。好。别动！哎呦，你也不怕伤口化脓？如果伤口化了脓，你这胳膊呀就甭想要了。这是给你的药，我把药放在这儿，记得每天换一次啊。哼，他拿回去也不会换。这样吧，你每天都过来一次，明儿给你换。好，辛苦你了。朝廷久闻何知府营私舞弊，我此次前来，
就是为了据实查办，不料想此人不思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如此胆大妄为。懒龙愚不可及，助纣为虐，贻害了御史大人，懒龙情愿受罚。可以理解。以你原来的身份误入官场，自然不知深情。这官场其实3教9流都能进的。御史大人，龙都头这次有心将功补过，请您给他个机会吧。好，那就有劳你分配他些事做。御史大人，我和龙都头此次造访，也唯恐何知府察觉到，还请大人多加小心呢。好，那就尽早安排。是。老爷，刚才御史大人派人来，请您过去赴宴。赴宴？好了，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大人，有我陪您前往，就算这是鸿门宴，也保您平安无事。哎呀，御史大人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本官草设家宴，就为连日来承蒙何知府殷勤相待，本官多有骚扰，内心不安，特此回谢，不成敬意，请。请。哎呀，下官一直以为御史大人不苟言笑，颇多禁忌，不成想今日一聚，竟然御史大人也很爽快嘛。本官原本也是性情中人，不过这御史做久了，终日查访办案，不得不做出一副唬人的姿态来。今日与何知府言语投机，自然就免了那些架势，开门见山喽。倘若御史大人尚有雅兴，不妨多逗留些时日，下官好尽地主之谊呀。哎，身不由己啊！本官公务缠身，大概这1、2天也就得返回了。哟，是吗？哎呀，太不凑巧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，厨房着火了！呀，那就救火吧，慌什么？啊，没法救了，这火势太猛，一会儿就烧过来了。老爷，你还得赶紧躲躲呀！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真是的！啊，你等等我啊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我去跟他们救火，你把这官印给我收好了，什么都能烧，就他不能烧啊！走。御史大人，御史大人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快点！大人，我们快离开这儿吧。御史大人的东西还在我这儿呢，快！官印！哎呀，大人您糊涂了，官印已经让我偷走了，待会儿这怀疑是有冰箱的，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大人，你先别急，我去就来。别！哎呀！哎，站住！小姐，不能进去。哎，我哥郑捕头在里面。那也不行，哎。何知府，大人。古时诸葛孔明火烧连营，今天我效仿古人来一出借火取阴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郑都头在。何贼身为苏州知府，执法犯法，贪赃舞弊，侵占官银，杀人灭口，国法难容，给我拿下！是，大人。苗儿，
没事的啊，苗儿，苗儿。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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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要走。御史大人那边，我还可以再替你请求。不用了，还是我师父说的对啊。永都想变成蝴蝶，可是终归只是个蛾子。你要去哪儿？保重。告辞了。龙哥，龙哥。